这单边呢，在前面我们也讲过单边，但是是第一个单边是揽雀尾后接单边，这个单边是云手后接单边。那么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，这个连接点是不一样的。下面请看演练的正面的演示。我们做完云手第3个云手以后，我们接单边，右手向上走弧，右手高不过自己头，食指不过自己的眉毛，往自己的转后的正方向的右斜前方45度方向，右手变勾手，左手跟到自己右手臂下侧方，重心移至右腿，提起左腿，转体出步，提膝开步，转体后的左斜前方出步，弓步，全脚掌落实右脚脚跟外展，同时旋转左手臂，掌心向前呈推按掌，右手展开，右手手腕的高度与自己右肩同高，右胯跟松沉，眼睛看正前方。云手第3个做完以后，我们开始做单边，重心向右腿移动。这时候右腿移动的同时，右手向上起，左手向下，两手依次画弧，走立圆。右手通过自己身体转正以后的到右侧方45度方向，右手变勾手，左手走到自己右手臂下方，掌心向着自己。这时候提顶竖向。重心继续沉实右腿，把左腿虚提起来，向左转体，开胯出步，出步的方向往自己身体转后方向的左斜前方一点点出步，同时左手画圆弧，弓步落掌，掌心向前，右手呢在自己的右后方方向打开，注意肩部一定要放松。那么两手臂的夹角大概135度左右，重心弓到左腿，眼睛呢通过左手的方向往远看出去，把眼神看出去。手势。在单边的动作运动过程中，我们会出现很多错误动作。那么在第1个单边讲解的时候呢，我们讲解了一些。那么这是第2个单边，是云手后接单边。那我们在做云手后接单边的时候，注意重心的转换，因为我们现在重心在左腿，我们现在右手向上起走立圆的时候呢，我们重心要逐渐过渡到自己右腿，但是这个过渡的时候，只有自己能感觉出来，不要出现起伏。比如说我从左腿过渡到右腿，身体会出现，有时候会出现歪斜，这个是不可以的，一定要注意保持重心的平稳，保持两肩的这个高度，不要发生一高一低的这种变化。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，从左腿过渡到右腿，重心要保持平稳。向右外侧走弧的时候，这个角度注意是身体的正方向的右斜前方45度方向，我们变勾手。但有的时候，有的同学呢做勾手的时候，正侧方就勾手了，那我们一定要到45度方向变勾手。那么变勾手的时候呢，有的同学呢做的时候，做云手这儿在做，就直接就变勾手拉起来了。这个手臂呢没有走弧形旋臂，对，一定要走弧形旋臂变勾手。这个时候再把重心
压至右支撑腿以后，一定注意提左腿的时候是提膝不提胯。有的同学一提连胯一起提了，连胯就歪的身子走出步，连胯一起提了，这我们不要，一定是注意胯跟一定松沉，一面转体一面松胯跟，对，开步。手臂呢注意走弧形，沿着自己身体是走弧形翻转，然后按掌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的同学做的时候，他是把手收到胸前直推出去的，也有一部分，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，手臂要沿着自己身体的中线画弧形，然后翻掌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掌心呢一定要注意向前力打掌根啊。有的时候我们做的时候凸胯也是比较对，向外凸胯，然后往前弓腿的时候超过自己的脚尖，这些呢我们上节都讲过，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。还有一些小的细节，就是后手臂过直过僵，你看这样过直过僵，那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沉肩坠肘。有的同学呢是把手指指根为最高点了，我们最高点是在手腕，对，沉肩坠肘，手腕为最高点。那么身体呢不要出现歪斜就行了。我们再转正过来，转到这个方向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对出现翻胯歪斜的这种现象不可以，一定要胯跟是松沉的。再有我们这个最容易出现就是两脚在一条线上，出步不开步不开胯，所以两脚在一条线上了，这时候我们自己就形成歪斜动作比较多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是往左外侧出步，一定是一面提一面往外侧方出步，不要在自己正前方出步落脚。那我们右胯跟有的人就是歪斜这种，你看身体明显向左歪，那这个时候是你右胯跟没有下去，右胯跟一定要下去，右手臂太直太僵，一定要肘关节沉肩坠肘，肘关节这儿要有一个松沉松坠的感觉，不是直臂，不要把手臂整个挺直了，一定沉肩坠肘，打开自己的右肩，右肩这儿一定松沉打开，微微收一点点腹，腹部沉实，对，从侧面看呢，不要凸腹，一定是微微的收一点点腹啊，一点点就可以。把气松沉到丹田去，腹部一定沉实，眼睛往远方看出去。好，这是单边容易犯错误的地方。好，收势。我们在做揽雀尾接单边的时候，我们讲过攻防，那我们是从内侧手去接的，也就是从身体的内侧去接的这个。那么这回呢，我们再讲一个从外侧手接。假设对方从侧面向我击来啊，那么我从外侧，从他身体的外侧方，我接手的时候一样是通过勾手的这个动作，你看勾手这个动作，我也有绝臂动作。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，这个手一定扣住。这手掌根这个地方一定要这个稍微的给上点劲儿，把对方手腕是锁住啊。那么这是一个从外侧方接手的一个攻防这个用法。好，单边这个动作的攻防用法我们就讲到这里。为了方便大家学习，我们呢让演示者从揽雀尾到第二个单边完整的演示一下。
单边这个动作呢，我们主要注意后脚和前脚不要在一条线上。那一条线上的时候，我们从侧面看呢，后脚呢就有点翻胯，这种后腿翻胯这种现象，我们后胯很难给它合住。所以呢，大家注意出步的时候一定是往自己左外侧方出步，两脚之间有一定的距离，从左脚的外沿到右脚的外沿是自己肩的宽度就可以了，后胯根就能松沉下去了。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。还有呢，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后手臂不要过直过僵，应该是沉肩坠肘的。然后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，这个虚灵挺进，在头有，但是我们这个手腕这个地方也一定要有提的这个劲，它不是松的，不要耷拉下来，最后单边以后后手耷拉下来，后手还是有一些虚提的这种感觉啊。那还有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前掌要有一个前推按的这种感觉，不要空，你要手空，意识要到达自己掌根上去。然后还有我们在做的过程中，胯根是松沉的。我们做转这方向来，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。如果我们胯根这样起着，你看这个膝盖会冲过自己的脚尖，所以一定要沉胯根，把胯根沉住，膝盖就不会超过脚尖了。因为我们超过脚尖，长期这样练习对膝盖可能会有伤害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动作，一定要规范，把胯根一定松沉下去，膝盖就不会超过脚尖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，这个还有身体的倾斜，比如我们在做弓步的时候，大家做的时候，会有人这个右胯部下去以后，会出现这种向左侧歪斜，那这样长期练习对你这个脊椎也是没有什么太大好处，所以一定要保持身形的中正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在练习太极拳的时候，无论你练陈式、杨式、吴式、孙式、武式哪式，都是要保持身形的中正、尾闾的中正的。所以我们这个贯穿在我们所有练太极拳的时候的这个思想，都是要立身中正的。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才能保证你动作的规范性。好，那么今天单边就讲到这里。